从现在开始看中国，各位好，这里是传奇中国，我是大卫。1933年的一天啊，有一位母亲抱着一个小女孩来到了上海滩英租界的一座孤儿院。当她把这个怀中的孩子交给保育员以后，她就转身离开了。这所孤儿院呢，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开办的。陶先生呢，给这个新来的小女孩取名叫苏云，说的她是从江苏天空飘来的一朵白云。小苏云的母亲为什么那么狠心地抛弃她呢？她的父亲又是谁呢？和当时很多革命者的后代一样，小苏云注定无法像普通人家的孩子那样享受到父母的疼爱。就在小苏云对孤儿院的生活渐渐习惯的时候，租界当局一纸禁令，陶行知的孤儿院被强行解散。后来陶行知那个孤儿院、劳工幼儿园，英国人不让他办了，说他在英租界办这个孤儿院尽受共产党的指令，就不让他办。孤儿院解散后，陶行知先生把小苏云送到了他在江苏淮安创办的新安小学寄养。就这样，年仅5岁的小苏云又一次来到了另一个陌生的环境。我到江苏新安小学以后，因为我小，当时也就5岁左右，不能上学，所以就住在那儿玩啊、吃啊，一直到这个37年，这个整个抗战的形势啊变化了，日本鬼子啊那时候就快打到徐州了。南京陷落后，苏南大片地区相继沦入日寇之手。国民党溃军和逃避战火的人流在苏北涌动，新安学校已无法继续维持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因为自己特殊的身份，小苏云的童年注定要在颠沛流离中度过。那么，命运又将把他带向哪里呢？学校留守负责人是陶行知先生非常器重的一个年轻人郭清。这一天，郭清接到一封来信，要他带领小苏云前往西安。转来转去，也不知道转了多少时间，终于到了西安。到了西安以后呢，带我这个老师就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带我住在小旅馆那儿，就写信给这个校长叫汪达之，说我把他带来了，怎么办？此时，郭清老师带在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，他和苏云苦苦等待着校长的回信。我们在西安都住了要个把月了，才得到回信。这时候他就告诉那个郭清老师啊，他说你带的这个孩子啊，是共产党谁是谁的女儿，就项英的女儿，你呢就在西安去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，你找到他们以后，你就有出路了。直到这个时候，小苏云才知道他的父亲叫项英。此时的项英担任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、新四军副军长等重要职务，正和叶挺等新四军领导人一起组织部队向苏南、苏中、皖东敌后挺进，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。小苏云竟然是项英的女儿。郭清看着身边这个跟自己一路吃尽苦头的小女孩，有点不敢相信。在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西安，特务活动猖獗，普通百姓不敢公开谈论八路军。当郭清向路人询问八路军办事处时，看到的都是惊恐猜疑的目光。郭清带着苏云颇费了一番周折，终于找到了办事处所在的七贤庄1号。刚好碰到当时西安办事处的负责人呢，是叫做伍云甫，就是后来我们这个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父亲，他在那儿做主任。也碰到谁在那里呢？就陕甘宁边区的主席林伯渠呢，有事也在那里。有时候他们就收下我们了，但是收下我们呢，我们又住了一段时间。后来我了解，主要是审查，就审查我这个人是真的项英女儿还是冒充的。经过审查嘛，跟我父亲的电报核实嘛，就核实了。当时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
已经成为爱国青年和革命志士前往延安的中转站，每天接待的人员络绎不绝。武云甫了解到苏云的经历后，很是怜惜这个小姑娘，给了她很多照顾。不久，在他的安排下，小苏云跟随郭青老师踏上了去往延安的路途。1938年的4月，初春的西北高原虽然还是充满了寒意，但是田野里已经悄悄冒出了绿绿的嫩芽。一路上，小苏云到处都能看到结伴而行的人们，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，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。到达延安后，小苏云在中央组织部的安排下，被送进延安的鲁迅小学就读。在这里，他知道了，他还有个比自己小4岁的弟弟，就在几天前刚刚被母亲送到这里，可是他却没能见到自己的母亲。鲁迅小学原来是鲁迅师范学校的小学部，是由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创办的。收留的学生有些是革命烈士的遗孤，还有一些因为父母在战区或者白区工作无人照顾的孩子。1938年，鲁迅小学和边区小学合并，统称鲁迅小学。1939年，宋美龄建议在延安成立一所战时儿童保育院，由全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统一拨发经费。于是，鲁迅小学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，简称保小。我们在城里头，这个读书啊，住在那里啊，那都是住的平房。这个生活呢，都是按我现在用的形式叫做这个军事化的共产主义生活，就大家一起吃一起住，都集体生活。每天起床睡觉上学，都早上起来以后呢，到这个沿河边洗脸，都是排着队唱着歌去洗脸，洗脸回来以后，这吃饭上课，都是这样一种生活。在这里，小苏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关爱。那个时候狼特别多啊，我们晚上啊，老师拎着马灯集体出去上厕所，听着狼叫，马灯，然后回来睡那个窑洞跟前，那个都是草铺的那个地上，老师就睡到窑洞外头，怕狼进来。不久，这个操着一口苏北腔的小姑娘，就凭着超强的记忆力、极好的口才和不怯场的勇气，参加了几次演讲赛，并由此赢得了一个特别的荣誉——小小演说家。解放日报就有一个介绍，就介绍这个保育院小学啊，什么都是第一，因为他这里有很多天才学生，就在那次上头，他就给我封了个小演说家。但是，快乐的集体生活啊，始终不能完全弥补小苏云内心的孤独。母亲在她2岁的时候呢，就离开了她，在她的心中，已经没有任何关于妈妈的记忆。这个时候，她还不会知道，她已经永远见不到自己的妈妈了。每当同学们的爸爸妈妈来接他们回家过星期天的时候，她就感到特别难过。有时候她会背着人偷偷的哭。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自己的妈妈呢？还有，那个从来都没见过的爸爸呢？花样青春，他们是黄土高坡上的一抹亮色。风华正茂，延安是他们魂牵梦绕的故乡。蓦然回首，重温宝塔山下的峥嵘岁月。传奇中国重磅出击，《我的青春在延安》系列节目即将播出。
1938年8月的一天，向苏云正在吃晚饭，郭青老师给他带来了一个让他惊喜不已的消息。每个人手里拿2个馒头，就蹲在地下吃饭。郭老师就走到我跟前，那时候我叫张淑云，张淑云，说是你爸爸来了，我一下吓一跳，哎，我说你说什么？说我爸爸，我说我爸爸在哪儿呢？他笑了，他说这样吧，你赶紧吃饭，有人来接你，你就可以见你爸爸。7岁的小苏云马上激动地站起来，把馒头塞到同学手里，饭也不吃了。我说在哪儿接我？这时候就看见有个警卫员呢，就来接我。这个还有2个同学，我就说上哪儿？他你跟我走。小苏云紧紧跟着警卫员一路小跑，最后他们来到了八路军大礼堂。原来小苏云的爸爸向英这一次是从皖南根据地来延安参加中共中央6届6中全会的，这里正在为他们举行欢迎会。我也跟着就进去了，进去以后，我看半天，谁是我爸爸，我也弄不明白。这个时候我就把头转过来，背向主席台，面向大家，就看哪个是我爸爸。就在小苏云面朝着会场焦急地寻找着爸爸的时候，陈云来了。他认得这个说一口江北话的小姑娘，亲切地和小苏云打起了招呼。他老叫我小江不老，他说来，他说小刚不老，你是不是找你爸爸？我说对呀。他说来，他就把我领到朱老总旁边坐的一个人，穿的也是军装。他说老汉，这是你的女儿。他就对我讲，这就是你爸爸。小苏云打量着身边这个穿着皱皱巴巴的军服、胡子拉碴、剃着光头的黑脸汉子，心里想：难道这就是我爸爸？我爸爸很高兴嘛，马上把我抱到腿上，我就发愣地看着他。哦，这就是我爸爸。我就看他半天，我也不说话，我也不叫，他就问东，你叫什么呀？你几岁呀？这个现在做什么呀？念书啊？在哪儿念书啊？他问得很详细，我也就老老实实就回答。旁边的人看着这对父女像陌生人一般的一问一答，都觉得好笑，同时又觉得心酸。当父亲的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叫什么名字，年龄多大了。说着，大会宣布开始了。朱老总上去呢，致欢迎词，就是等于八路军欢迎新四军吧。他代表八路军欢迎向英同志到延安吧，就欢迎大会。他先致辞，致了欢迎词以后，我父亲呢就上去致答词，就把我放到凳子上。等他致答词下来，开始演节目嘛，不欢迎大会嘛。欢迎大会演节目的过程，我父亲就跟我说，他说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去吧，你不用回学校了。从出生到现在，小苏云早已把自己当成了孤儿。从2、3岁起，他就被托付给陶行知，对母亲的记忆早已模糊不清。而这个大名鼎鼎的父亲向英，也只是一个概念，从未谋面。以前，小苏云一直很羡慕身边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可以撒娇，但当这一刻真的到来时，他却有些不知所措。我看看他半天，我不干，我说不，我不回去。他说为什么？我想了半天，我说我不能够跟你走，因为同学都在等着我。我编了一个理由，我说同学都在等着我，我要不回去，大家都不睡觉。我父亲一想，对，不能让同学不睡觉。向英让警卫员带小苏云去学校，告诉同学们说他今天不回去了，让同学们睡觉。没想到同学们真的都在等着小苏云。我门一开确实油灯点着呢，大家都没睡觉，都在叫，哎呀，张淑云你回来了，见到你爸爸不呀？你爸爸什么呀？大家都在提问，也很兴奋。直到第2天放学后，
小苏云才跟着警卫员来到爸爸的身边，度过了他人生当中最珍贵的12天。跟他就等于在一起就住了12天吧。这个中间呢，因为我弟弟呢也在延安，在保育院，他比我先到延安。我爸爸嘛，在一个礼拜天就骑着马带着警卫员到保育院去接我弟弟来，也想跟他去住一晚。结果那天接来了以后啊，我的印象是该睡觉了，吃了晚饭睡了，睡到半夜里头。他在那个炕上头搭了个床，我们3个人睡在那儿。我爸爸对我们都特别好，亲自脱衣服、脱鞋、脱袜子。每天我在他住着，有时候穿衣服、穿鞋、洗脸、洗脚，都他亲自给我干。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门前，当时在延安工作的马海德医生拍摄了这张照片。这张照片不仅成为这次团聚的纪念，也是向苏云姐弟与父亲的唯一一张合影。照片中，向英笑得特别开心。后来有人说，这是向英一生中笑得最灿烂的一张照片。当时，向英把照片洗了很多张，送了好多朋友。上世纪50年代，一次向苏云到周恩来家拜访时，邓妈妈把这张珍贵的照片送给了他。此时，距父亲向英牺牲已经有10几个年头了。正当小苏云沉浸在父爱的幸福中时，离别的日子很快就来临了。当然，幼小的苏云不会想到，这是他一生中和父亲在一起的唯一的一段日子。后来嘛，他由于任务紧急走了，也没跟我告别，所以我也没见着。1941年，在皖南事变中，向英不幸遇难，学校的老师不忍心将这个噩耗告诉年幼的向苏云，而是骗他说父亲下落不明。我当时说老实话，也有点震惊，也有点不是那么特别感觉到怎么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学校住的很多同学父母都在前线，有时候就有来了牺牲的消息，有时候父母就来看他一下就走了。所以我认为他既然下落不明，那可能以后还会出现吧。和父亲的短暂相聚成为了向苏云刻骨铭心的记忆，而对自己的母亲，他却没有任何印象。我对我母亲什么印象都没有。讲一句实话，对我母亲的了解都是人家嘴里的，我母亲怎么样。2岁就离开了自己的母亲，自然不会给向苏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。而1938年，向苏云刚到延安时，又遗憾地与刚刚送弟弟来延安的母亲擦肩而过。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，向苏云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第一次看到了母亲的模样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，我妈妈。当然，这个照片上的我妈妈确实像人们所说的，我也看起来也是比我漂亮了，尖尖的下巴，长得挺好看的，那么个人，这就是妈妈。只知道这是我妈妈，叫张亮，其他我就一概不知道。多年以后，向苏云得知，1935年3月，中央苏区部队突围时，怀孕在身的母亲张亮和瞿秋白等人向福建转移，途中遭国民党军伏击被俘，在龙岩国民党监狱里生下弟弟学成。1938年被营救出狱后，将他的弟弟学成送到延安，在返回皖南途中失踪，从此音讯皆无。
向苏云啊，从小就被当作孤儿抚养，直到7岁才见到父亲。和父亲相处了仅仅12天的时间，皖南事变又让他成为了真正的孤儿。哎呀，这个可怜的孩子啊，幸运地走进了延安这个革命的大家庭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他得到了蔡畅、李富春等很多同志无微不至的关爱。蔡畅的女儿李特特啊，就曾经非常的羡慕，对向苏云说：“你得到了我妈妈的爱，比我得到的还要多。”失去父亲的向家姐弟在延安得到了许多叔叔阿姨的关爱。在回忆延安这段日子时，向苏云的弟弟向学成曾经说道：“我们只要往口袋里装一把牙刷、一把勺子，走到谁家都有饭吃。”蔡畅就特别喜欢我，就说认作干女儿吧。开始的时候我叫她干妈，后来蔡畅这个从苏联回来，这干妈多不好听啊，就叫她蔡妈妈。从此我就叫她蔡妈妈。所以就蔡妈妈那儿呢，经常在她办公室啊，搭个床啊，或者在她那儿住。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，我就把蔡妈妈这里呢就当做我自己的家。为了更好地照顾苏云，蔡畅让她离开了安塞的保育院小学，到了离自己更近的抗小上学。连我弟弟小的时候，那很调皮。我弟弟在延安是有名的调皮鬼。他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李叔叔蔡妈妈，就他们管他听。”与蔡妈妈的日夜相伴，使向苏云得到了盼望已久的母爱。蔡妈妈不仅是在生活上照顾小苏云，还教给他良好的习惯和做人的道理。1944年底，向苏云从抗小毕业，考入了延安中学，才离开了蔡妈妈家。1945年8月14日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了。日本投降那天啊，我们印象太深了。我们那天就在窑洞里头啊，睡到大炕上，那也是睡大炕了，一个人一定的位置，头朝外，在讲故事。讲什么呢？讲这个福尔摩斯。有人呢从大后方来，他就看过福尔摩斯，就在讲福尔摩斯的故事。正讲的呢，就听到外头锣鼓喧天，吵吵嚷嚷。说怎么了？有人就从窑洞里赶快跑出来，说那头怎么那么热闹？怎么回事？鲁艺那头都那么热闹。我们弄不明白，说大家再听听，到底吵什么？说啊，日本投降了，日本投降了！好家伙，大家都从被窝里出来了。出来了以后，我们也跟着到街上去，人们就举着火把，在延安那个游行啊。跟随着欢乐的人群，13岁的向苏云和同学们笑着唱着，憧憬着美好的明天。皖南事变后，迫于抗日大局，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搁置的内战野心，终于大白天下。1947年，胡宗南进攻延安，向苏云成为了一名护士，跟随部队转战西北。1948年中央转移的时候，李富春把向苏云托付给了任弼时，任弼时带领向苏云来到了西柏坡。得知李富春和蔡畅已经来到了东北，苏云就随同一个工人代表团来到了哈尔滨。到哈尔滨嘛，到了哈尔滨就见到李叔叔、蔡妈妈，当时就问我：“你这样子当了兵回来还想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就想念书。”李富春夫妇非常赞同向苏云的想法，他们很清楚内战将会很快结束，新中国的建设需要有知识的新一代来完成。当时我们这个东北局代表中共中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正在联系，要准备派一批子弟到苏联去学习。学习什么呢？就说是这个，他们来学习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个本事。所以这样的情况底下呢，东北局呢，蔡妈妈他们就把我的名字也报上去了。最终决定派往前苏联学习的一共21个人，其中包括李鹏、谢绍明、林汉雄等。在出发离开祖国之前，中共东北局为他们举行了送别会。送别会上，
父辈们的嘱托让向苏云至今难忘。说现在啊，中央决定派你们去苏联，为什么呢？说现在全国来看呢，这个仗啊，用不了5年就打完了，就用不着你们再来打了。仗呢由我们来打，但是打完仗以后，建设国家的任务相当繁重，那你们就得负担。所以你们的任务到苏联干什么呢？就是学习如何来建设我们祖国的本事。就这样，刚满16岁的向苏云和同学们一起踏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。望着车窗外迅速掠过的景物，向苏云激动不已。来到前苏联后，他们先在莫斯科郊区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落脚，后来经过一番周折，他们才根据各自的志愿去往不同的学校开始了专业学习。向苏云进入了莫斯科纺织学院学习。向苏云在前苏联学习的是纺织技术。1952年回国以后呢，他先后在北京第2棉纺厂、纺织工业部和中国科技协会等单位任职。那么在延安的岁月呢，已经成为了过去。和父亲仅有的12天相处，已经成为了向苏云一生当中最难以磨灭的回忆。在他的心中，没有任何关于母亲的记忆，这是他今生最难以释怀的缺憾。好，感谢收看本期的《传奇中国》，我是大卫，再见。